习惯不仅仅是单纯的日常行为，它们其实是你命运的影子，极度富有与终身挣扎之间的巨大鸿沟，绝不仅仅是因为运气的随机分配，而是深深隐藏在你每天都不加思索去重复的无声日常里。欢迎来到这个探讨财富、心智与人生哲学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外界的喧嚣所迷惑，以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极其复杂的商业模型，或是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途径。但如果你真正沉下心来去观察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壁垒，往往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构成的。在这个领域，有一项非常经典且耗时极长的研究，研究者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深入观察了170多位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同时也记录了120多位在贫困线边缘苦苦挣扎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真相，剥离了所有关于运气的浪漫幻想，直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能否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双重富足，几乎完全取决于他每天都在日复一日地做着什么。这不仅是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追求财富自由的人的一记洪钟大吕，更是对我们所有人重新审视自身生命轨迹的一次深刻拷问。财富的本质其实是对一个人认知清晰度、情绪稳定性和行为持续性的终极奖赏。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倾听中，哪怕有一瞬间觉得这些观点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根弦，或者让你对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产生了一丝想要改变的冲动，请自然地帮我点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真实声音。你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目前在时间管理或者金钱焦虑上遇到最让你感到无力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因为每天下班后只想躺平刷手机的疲惫，还是因为害怕试错而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的犹豫？写下你的困惑，哪怕只是当成一个情绪的出口。我们的每一次互动其实都是在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理性和从容的场域。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上。你一定对这样一种场景不陌生，在学生时代总有那么一句玩笑话在同学间流传，说截止日期就是第一生产力。面对即将在明早8点截止的期末论文，哪怕是平日里最沉迷游戏、最不修边幅的同学，也会在凌晨3点的宿舍里屏住夜读，疯狂地敲击键盘。为什么？因为时间被具象化了，那个悬在头顶的截止日期逼迫着人的潜能瞬间爆发。作业有提交的日期，公司里的项目有交付的规定期限，这些都是别人给我们设定的时间边界。可是当我们步入成年，当我们开始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真正重要的梦想时，我们却集体患上了一种时间无限的幻觉。很多人都有梦想，有人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独立咖啡馆，有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有人想彻底摆脱死工资，实现财务独立。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忘记了给自己的梦想加上一个残酷却必要的截止日期。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觉得生命还很长，今天太累了，明天再开始吧。这种没有时间边界的梦想，在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有人曾无比精准地指出，所谓的明确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加上了截止日期的梦想。如果没有那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在倒逼你，人性的惰性就会如潮水般将你吞没。你会变得越来越懒散，越来越习惯于妥协。你去看那些真正掌握了财富密码的人，他们和普通人在时间维度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对时间的敬畏和对目标的残忍。他们不会把梦想停留在脑海里的某一个乌托邦中，他们会把想要实现的目标连同那个不容更改的日期清清楚楚地写下来，甚至刻在自己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这种行为并非是什么虚无的仪式感，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驱动机制。它能把虚无缥缈的愿望转化为每一天必须去执行的具体任务，而那些始终在财务泥潭中挣扎的人，往往只是在拥挤的地铁上，在深夜失眠的床上，在脑海里默默地幻想了一下有钱后的生活。第二天太阳升起，依然去重复那份令他们厌倦的工作。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来说是无形的，而无形往往意味着最致命的消耗。这种对自我成长的停滞，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依然在财富层面举步维艰的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观念，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然后你的人生就进入了安全区。这导致很多拥有高学历的普通人在离开校园拿到那份雇佣合同的瞬间，就彻底关闭了自己大脑的升级通道。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对于那些和眼下工作没有直接关联的知识，他们会自动启动屏蔽机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要我成了这个狭小领域的熟练工，只要我把这份表格做得比谁都好看，我就能保住这份工作，从而获得所谓的安全感。这种想法在工业时代或许无可厚非，但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短视。真正的学习绝不是为了迎合某一个雇主的需求，而是为了构建你自己的认知护城河。拓宽知识面当然不是要求一个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的财务经理去死磕量子力学，而是去广泛涉猎那些对重塑我们世界观、对个人终身成长具有实质性帮助的领域。那些在财富游戏里游刃有余的人，他们的求知欲是无止境的。他们不仅仅是在自己赚钱的专业领域里深耕，他们还会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关于人类心理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甚至哲学和历史的养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极其复杂的，单一的专业视角就像是透过一根管子看世界，你只能看到局部，而广泛的知识储备能让你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建立起隐秘的联系，让你能够从一个更为宏大、全面且客观的维度去审视眼前的机遇与危机。当你同时懂得了财务的严谨、心理学的洞察以及哲学的长期主义时，你的思维模式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重塑。你不再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破局智慧的系统。这种系统才是为你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真正源泉。但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大脑能够装下这些广袤的知识，并且能够高效地进行思考，你就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对待你身边的空间和你的心智带宽。近年来有一个概念被反复提及，那就是对物品和欲望的克制与清理。很多人误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扔掉旧衣服、旧家电的家政行为，但这其实是对一种生活态度和心智模式的深度重构。你观察一下身边那些整天抱怨穷、抱怨累的人，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懒，甚至从身体的消耗上来看，他们比很多富人还要疲惫和匆忙。你问他们为什么不规划一下生活，他们会皱着眉头说，每天手头上的事情多得像乱麻一样，房贷、车贷、难缠的客户、琐碎的家务，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整理房间或者梳理思绪。他们每天都在被动地应对生活抛来的各种麻烦，忙起来的时候，脑子里就像是一团粘稠的混沌。等到了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他们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或者刷起短视频，让廉价的娱乐填满感官，让大脑处于一种彻底放空、停止思考的瘫痪状态。然而，外在环境的混乱往往是内在心智失序的最直接反应。一个堆满杂物，连一份重要文件都要翻找半天的办公桌，不仅是在吞噬你的物理时间，更是在疯狂消耗你的情绪价值和决策能量。你以为你只是在找一份文件，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烦躁、焦虑，都在削弱你接下来处理复杂问题的专注力。那些真正能够掌控财富的人，往往也是极其重视秩序感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吝啬花出额外的时间去清理自己的物理空间，去保持办公环境的极度整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定期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深度清理。他们会留出大段空白的时间，不带任何电子设备，仅仅是散步或者静坐，去剥离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噪音，去梳理自己做事的逻辑和优先级。一个清晰的思路，就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能够精准地切入问题的核心。当普通人还在混乱的表象中焦头烂额时，他们已经凭借着严谨清晰的逻辑，找到了最高效的解决路径。这种不被繁杂事物裹挟的清明状态，正是他们能够在高压环境下依然保持极高产出的核心机密。在这种清明的状态下，我们需要给大脑植入什么样的程序，就成了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关于潜意识的力量，很多经典的成功学著作都曾用大量篇幅去论述过。如果你想要在某件事情上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就必须在内心深处一遍遍地去预演那种成功带来的极致喜悦。如果你渴望财富自由，你就必须在脑海中不断去描绘财富能为你带来的那种从容与广阔。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违心，甚至经常被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嘲笑，认为这不过是像某些狂热组织一样，在每天空喊口号，是一种虚假的自我催眠。但如果我们从人类心理和行为机制的层面去深度剖析，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科学的过程。我们的大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过滤机制，你心里坚信什么，你的眼睛就会在现实中去寻找什么来证明它。如果你每天都在抱怨经济环境不好，抱怨老板刻薄，抱怨自己出身贫寒，你的潜意识就会被这些负能量彻底填满。于是哪怕一个天大的机遇摆在你面前，你也会本能的去挑剔它的风险，最终完美错过。而经常性的给予自己正面的心理激励，就是在重新编写你大脑的过滤程序。你每天重复那些激励自己的愿景，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让这些期待和梦想深深地扎根在你的潜意识土壤里。一旦它们生根发芽，它们就会在暗中接管你的行为。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靠近那些充满活力的人，你会开始对那些能够提升自己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洗脑这个词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放弃了对自己大脑的控制权，任由外界的焦虑、恐惧和廉价娱乐来洗劫你的心智，用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和坚定的自我赋能去洗刷自己的大脑。哪怕每天对着镜子大声说出自己的目标，也远比在绝望和抱怨中沉沦要高明10000倍。富人们深谙此道，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理性乐观派，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你才有动力去一块砖一块砖的把它建造出来。当我们带着这种积极而亲民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时，我们在人际交往上的微小举动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在这个信息极度爆炸，每个人都被各种屏幕绑架的时代，我们的微信邮箱每天都会被海量的信息轰炸。很多人有一个极其错误的想当然，他们觉得那些身价千万、掌控庞大商业帝国的有钱人一定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回复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邮件和信息？但现实的情况却常常出乎意料，甚至会打破很多人的认知。其实回复一条简短的信息，也就是动动手指敲击几下键盘的事情，它在物理层面上根本占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它在人际信任账户里所产生的复利回报却是极其惊人和长远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随时随地被信息牵着鼻子走，有钱人绝对不会在深度工作的时候听到手机一响就迫不及待地去查看，那种见缝插针式的处理方式只会让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相反，他们拥有极强的掌控力，他们会每天在日程表里划出一段完全固定的时间，可能是清晨喝咖啡的15分钟，也可能是下午工作结束前的半小时，集中统一的去查看并回复所有的邮件和信息，把那些需要进一步推进的事情井井有条的安排下去。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人际细节的把控，他们会把生意伙伴的生日、重要客户的纪念日，甚至是一个普通员工的重要时刻，都郑重其事地标记在自己的日历上，作为绝对不能遗漏的待办事项。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一条简单的节日祝福，一句真诚的生日问候，就像是寒冬里的一杯热茶，瞬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上最坚固的合作关系，最意想不到的商业机会，就是靠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充满了人情味的信息在日复一日地维系着。每一次回复，每一次主动的问候，都是在向外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我是一个靠谱的、在乎他人感受的、值得长期交往的人。因此你会发现，那些愿意在这些人际细节上用心的人，他们的路总是越走越宽广，资源总是主动向他们聚拢。而那些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对外界变得冷漠，连基本的信息都懒得回复的普通人，他们在无形中切断了无数潜在的连接，最终只能在自己那个狭小封闭的圈子里孤独地面对生活的重压。如果你想要彻底摆脱这种生活的重压，就必须在财富的获取方式上完成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跃迁。贫穷和富有的一个核心分水岭在于，穷人总是极度渴望挣快钱，他们希望今天的辛劳明天就能换成手里的现金，而真正富有的人，他们所有的耐心和智慧都倾注在如何去挣未来的钱。挣未来的钱听起来似乎很高深，其实并没有任何玄妙之处。它的底层逻辑简单的令人发指，那就是不要把你手里所有的钱都用来消费，而是要严格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们转化为能够不断自我繁殖的资产。什么是资产？它可以是一套能带来稳定租金的不动产，可以是一个能自动运转的商业模式，可以是具有长期成长价值的股票，甚至可以是你花费时间和金钱打造的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
如果钱只是作为购买力的凭证停留在你的手里，或者仅仅是用来购买那些随着时间迅速贬值的消费品，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挥霍一空，除了带来短暂的多巴胺分泌，不会为你的人生创造任何实质性的额外价值。但是如果你把钱当作辛勤工作的士兵，派他们去为你攻城略地，投入到资产的扩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复利的魔法，你的收益会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迎来爆发式的直线飙升。著名的财商启蒙导师罗伯特清崎曾经极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人之所以极度厌恶长远规划，是因为他们眼前的经济问题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下个月的房租、孩子的学费、信用卡的账单，这些迫在眉睫的压力逼着他们只能盯着眼前的那点工资。但残酷的现实是，无论你处于什么阶层，甚至是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富人，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财务挑战。区别在于，即使在人生最潦倒、现金流最紧张的至暗时刻，那些具备富人思维的人也绝对不会轻易中断他们对未来的长期投资。他们深深地懂得，仅仅依靠出卖自己的时间去解决眼前的账单，无异于饮鸩止渴，永远也走不出老鼠赛跑的陷阱。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忍受当下的拮据，去亲手建立起一个健康的、不依赖于自身体力的财富管道。只有当这条管道建成，源源不断地为你输送清泉时，你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经济灾难。为了建立这条属于自己的财富管道，你必须掌握并严格执行一条古老而神圣的财务铁律：永远优先支付你自己。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早在近1个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就被深刻地阐述过。直到今天，在各种新经济概念满天飞的时代，它依然是那些隐形富豪们心照不宣、绝对不可撼动的核心原则。所谓的优先支付你自己，绝不仅仅是让你去买件名牌衣服犒劳自己，而是指当你的账户里收到一笔收入时，在你支付给房东、超市、银行利息之前，你必须首先节留下一部分资金，把它投入到那个能最终帮助你实现财务自由的资产池里。这听起来简直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但令人惋惜的是，现实中至少有 80% 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最基础的优先支付自己，其实就是强制储蓄。发工资的那一天，你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清空购物车，而是把预先设定的目标金额雷打不动地划入投资账户，然后用剩下的钱去精打细算地支付这个月的开销。如果剩下的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去削减那些不必要的虚荣消费，而不是去动用那笔属于你未来的钱。稍微高阶一点的做法是建立一张属于你个人的清晰的财务报表，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获取的每一笔收入都有相当一部分被优先放入了你渴望不断做大的资产项中，随后那些仅仅为了维持生活运转和欲望满足的剩余资金才会被归入支出项。这种做法的威力在于时间的积累，一开始你的资产可能小得可怜，它产生的收益连一顿饭钱都不够，但只要你咬牙坚持，这个优先级随着资产规模的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它自我繁衍钱生钱的能力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强。慢慢的，你会迎来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交叉点。当你仅仅依靠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就能毫无压力地覆盖甚至超越你原本的奢华生活开销时，你就真正挣脱了金钱的枷锁，实现了意义深远的财务自由，拥有了随时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不，提前退休的底气。反观那些始终无法跨越这一步的穷人，他们的资产栏里永远空空如也，甚至充满了负债。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没日没夜地消耗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去换取那份极其有限且随时可能中断的工资收入。一旦衰老降临，或者宏观经济的浪潮打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行业，他们的工作被迫停止，他们的人生就会瞬间陷入极其悲惨的被动境地，只能卑微地寄希望于子女的接济或者是社会的最低保障，这是何等的无力与悲凉。而当我们不得不用金钱去交换生活所需的物品时，对待消费品的态度同样折射出一个人是处于财富的上升通道还是下降螺旋。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买最便宜的东西就是省钱，就是会过日子。当然，东西绝对不是越贵就越好，消费主义的陷阱同样需要警惕。但是那些价格低廉到违背商业常理的东西，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你在购买时看不见的巨大成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
在伦敦那种阴雨连绵的街头，如果你突然遭遇了一场大雨，你经常能在路边的便利店里看到那种标价仅仅5英镑的廉价雨伞。对于一个浑身被淋透、急需避雨的人来说，花5英镑买个痛快似乎无可厚非。但你仔细去审视那把伞，它往往只有单调沉闷的黑色，伞面的布料轻薄的像纸一样，更致命的是它那松散劣质的骨架。在伦敦那种妖风肆虐的天气里，这样的一把伞可能撑不过2次强风，就会立刻骨折阵亡，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和破布，被你无奈地扔进路边的垃圾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你愿意走进一家正规的商店，花上20英镑左右，就能买到一把品质精良的折叠伞。它不仅有着坚固抗风的伞骨，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品味挑选优雅的花色。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把伞，只要你不弄丢，安安稳稳地用上3年5年，根本不在话下。在英国这样一个1年365天里，有1半以上时间都在刮风下雨的国度，天气的无常是生活的常态。那些习惯于购买廉价雨伞的人，伞坏了就扔，扔了再买，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可能就已经在这个原本不应该成为负担的物品上花掉了远远不止20英镑。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富人花20英镑买了一把优质的伞，优雅从容地用了整整2年，而穷人同样花了20英镑，却买回了4把劣质的伞，在狂风暴雨中经历了4次伞骨折断的狼狈与尴尬，而且仅仅撑了1个月。究竟哪一种消费模式才是真正的精明与节俭？很多普通人常常陷入一种认知误区，他们盯着标签上那个低廉的数字，以为自己占到了天大的便宜，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理解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件真正高品质的物品，它被拉长的不仅仅是使用寿命，更是它在使用周期内为你提供的无形情绪价值和时间价值。一件高质量的商品，它考究的设计和扎实的质感，不仅能让使用者在每一次触摸时都感受到生活的尊严，展现出对生活品质的不妥协，它更能从根本上杜绝那种因为劣质产品突然损坏而给你生活带来的巨大尴尬、焦虑和不便。因为深知高品质物品的耐久与可靠，富有的人在购物时往往极度克制，他们只去少量购买那些真正需要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这种克制的消费观不仅保住了他们的财富底座，也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免于被廉价的破烂所堆满，生活空间因此变得更加清爽整洁，内心也随之变得更加宁静。而在这种宁静中孕育出的是一种对外界喧嚣的极致免疫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调。你可能很少在那些充斥着流量与八卦的热门榜单上看到真正拥有庞大财富基石的顶级商人的名字。在德国的商业史上，有一位名叫卡尔·阿布切特的老人，他是德国最大连锁超市的创始人，他的商业帝国触角遍布各地。媒体曾做过保守的估算，他绝对有资格跻身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25个人之列。然而，这位被公认为德国最低调的商业巨贾，从经营一家毫不起眼的小杂货店起步，到最终打造出庞大的连锁超市帝国，他的一生在公众视野中竟然仅仅留存下了2张照片。这种对曝光率的极度克制，简直到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在他与世长辞之后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里，外界都听不到任何风声，直到那场极其微小、仅有挚友亲朋参与的私人葬礼彻底结束，媒体才后知后觉地发布了消息。普通人常常将有限的生命力毫无保留地挥霍在对他人私生活的猎奇、对明星八卦的狂热讨论，以及在社交网络上为了些许虚荣感而进行的攀比之中。他们乐此不疲地参与着这场名为地位游戏的零和博弈，为了显得比周围的人过得好，耗尽了心力。而那些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他们对此毫无兴趣，甚至避之不及。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专注力、所有的脑力资源都像激光一样聚焦在如何去不断探索新的商业创意，如何去优化现有的商业模式，从而在更广阔的市场中捕获更高的财富回报。真正的财富积累从来都不是伴随着敲锣打鼓的喧闹声进行的。那些最终能够跨越阶层成为千万富翁的人，往往都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何为智慧的人。他们深知外界的关注和赞美，除了满足一下脆弱的虚荣心，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嫉妒、干扰和期望的重压。因此，他们选择屏蔽噪音，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静悄悄地向下扎根，在枯燥的试错与复盘中奋力拔尖。
他们把时间投资在阅读、思考、试错和构建系统上。当周围那些沉迷于短暂快乐和无意义社交的人突然有一天缓过神来，试图寻找他们的身影时，才会震惊地发现，这些曾经不动声色的同行者早已经凭借着日复一日的隐忍与积累，彻底跳出了原来那个狭隘且平庸的圈子，稳稳地站上了通往更高维度生命体验的阶梯。每个人在生命的起点或者中途，其实都握有通往财富自由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天赋，也不是无法企及的社会背景，它的核心就在于你是否愿意从今天，从当下这一刻起，去强行扭转自己大脑默认的懒惰程序，去一丝不苟地养成那些看似反人性，实则充满巨大长期红利的富有习惯。很多人总是把财富看作是一个需要去追逐的猎物，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跑得足够快，工作的时间足够长，就能把财富捕获，但这是一种极其消耗生命的错觉。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追逐来的，而是当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具备特定引力的人时，财富自然而然地向你靠拢。而这种引力的来源，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时间、与知识、与欲望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回到时间这个维度。为什么设定截止日期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因为这触及了人类心理防线中最脆弱的一环，对失败的恐惧。当你的梦想没有截止日期时，你其实是在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你告诉自己，我不是做不到，我只是还没开始。这种模糊的状态保护了你的自尊心，让你永远不需要面对那个可能不够完美的自己。你可以一直做一个怀揣着伟大作家的梦想，却从不动笔的咖啡馆常客。你可以一直做一个构思着绝妙商业点子，却从不去注册公司的职场边缘人。但是一旦你在日历上圈出一个具体的日子，告诉自己在那一天必须交出成果，你就亲手斩断了这条退路。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自我解剖，它逼迫你从虚幻的完美主义中醒来，去面对现实世界里真实的挫折、嘲笑和不够完美的作品。而这恰恰是所有伟大成就的起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千万富翁的财富版图是一次性完美构筑出来的，他们全都是在无数个截止日期的逼迫下，先推出一个粗糙的半成品，然后在使用反馈中不断去修补和完善。所以当你给自己的梦想定下死线的那一刻，你不是在给自己施压，你是在给自己赋予真实的生命力，你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你不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准备好承担后果的创造者。这种创造者的姿态必然要求你具备一种永不枯竭的学习能力。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终身学习，但很多人对学习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极其狭隘的应试教育思维里。他们以为学习就是去报一个昂贵的进修班，或者硬着头皮去啃那些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大部头。其实真正能为你带来惊人财富回报的知识，往往不是那些在学校里能被标准化教授的东西。因为如果一样东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按部就班的培训来掌握，那么这项技能在市场上的替代性就极高，你的劳动价值就会被无限压低。你需要去构建的是属于你自己的独特认知树，这就要求你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进行极其广泛且似乎毫无章法的探索。想象一个在广告公司做基础设计的普通白领，如果他仅仅满足于熟练使用修图软件，那他永远只能拿着微薄的死工资，随时可能被更年轻、要价更低的新人淘汰。但如果他顺从自己的好奇心，在业余时间开始疯狂地阅读消费心理学、研究行为经济学，甚至去钻研一些基础的编程语言，奇妙的化学反应就会在他的脑海中发生。他不再是一个只会执行指令的美工，他变成了一个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去精准操纵消费者情绪，并能用代码优化展示效果的综合型策略大脑。这种跨学科的交叉点就是无法被复制的独特知识壁垒。财富总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独一无二价值的地方，所以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苦差事，去读你真正热爱的书，一直读直到你彻底爱上阅读本身，去钻研让你真正感到兴奋的领域，哪怕它现在看起来一文不值。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这些看似散落一地的知识点会自动连成一张巨大的网，为你捕获你做梦都不敢想的机遇。但在编织这样知识之网的过程中，你必须学会保护你最宝贵的资产，你的专注力和你的心智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会如此强调断舍离。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喧嚣的世界里，每一个商场、每一块屏幕、每一个社交软件的弹窗都在拼命地争夺我们的注意力。他们试图把各种引发焦虑、诱发欲望的信息塞进你的大脑。如果你不懂得清理自己的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你的大脑就像是一个装满了垃圾软件的旧手机，运转极其缓慢，而且随时会死机。物理空间的整洁其实是在向你的潜意识传递一个信号，我是我自己生活的主宰，我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精神上的断舍离则需要更为深刻的哲学觉知。很多人之所以忙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不重要的，他们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在这个会议和那个饭局之间疲于奔命，以为这就是充实。但那些真正掌握了生活节奏的智者，他们懂得留白的力量，他们会刻意在自己的时间表里留出大段大段无所事事的空白。在这段时间里，不听播客，不看新闻，甚至不和任何人交谈，只是静静地坐着，或者在公园里漫步，看着自己脑海里的念头升起又落下。这种看似浪费时间的行为，其实是在进行最高级别的心智保养。当那些由外界强加的焦虑和琐碎的杂念被慢慢剥离后，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直觉和最具颠覆性的灵感才会浮出水面。在这个噪音震耳欲聋的时代，能够保持大脑的极度宁静和清澈，本身就是一种可以降维打击的超能力。只有在一个安静的头脑中，你才能看清事物原本的运行规律，才能在极度复杂的商业博弈中做出最简单也最致命的正确决策。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颗清澈的大脑，你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需要去外界寻找认同，你开始懂得如何进行深度的自我赋能。我们前面聊过正面激励和潜意识的塑造，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关于现实扭曲场的哲学命题。普通人总是被动地接受现实，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什么样的，自己就只能在多大的空间里腾挪。但那些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现实的重塑者，他们知道人类的感知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构建。当你每天都在内心深处极其逼真的预演成功的场景，当你不断地用积极的言语去浇灌自己的潜意识时，你其实是在物理层面上改变你大脑的神经回路。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学，这是极其严谨的神经科学。你的大脑分不清你是在真实的经历某件事儿，还是在极其专注地想象某件事儿。当你把自己沉浸在那种成功和富足的情绪中时，你的身体会分泌对应的化学物质，你会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果断，更具感染力。而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会极其真实地改变周围人对你的态度。当你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走进谈判室时，你的对手会在潜意识里对你产生敬畏。当你以一个财富创造者的笃定去向投资人阐述你的项目时，他们更容易被你的愿景所折服。所谓的好运，很多时候不过是你的积极潜意识在现实世界中投射出的必然结果。你用什么样的信念去喂养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会为你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宇宙。而在构建这个现实宇宙的过程中，你无法脱离于其他人的协作。前面我们提到了回复信息和人际关系的管理，这其实是在探讨关于社会资本的复利效应。财富的积累从来不是在真空里完成的，它是通过一次次的价值交换来实现的。普通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带有极其强烈的短视和功利心，他们只愿意在那些立刻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身上投入时间，一旦发现对方暂时没有利用价值，就会立刻变得冷漠。这种势利的人际交往模式其实是在疯狂地透支自己的社会信用。真正智慧的做法是去和那些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人玩一场长期的游戏。你要把每一次微小的互动，一次及时的信息回复，一句真诚的生日祝福，都看作是往你的社会资本账户里存入的一枚硬币。这些举动在短期内看起来毫无收益，甚至有些浪费时间，但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复利的魔力会展现出极其恐怖的力量。那个你曾经在无意中帮过的一个小忙的实习生，10年后可能就成了某个掌握核心资源的关键人物。那个你一直保持着礼貌和真诚沟通的普通客户，某天可能会为你引荐一笔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巨额订单。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利己主义其实就是极致的利他主义。当你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一个靠谱、温暖、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的节点时，这个网络最终会以极其丰厚的回报来回馈你。这是超越了简单的技巧，上升到了人生哲学高度的生存智慧。
当我们把目光从人际关系转回到金钱本身，我们必须对挣未来的钱这个概念进行一次更深维度的拆解。绝大多数普通人终其一生都在使用一种极其低效的杠杆，那就是自己的时间和体力。他们每天准时打卡，用8个小时的劳动去换取固定的薪水。这种模式最大的悲哀在于，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的体力是会衰退的，所以你的收入上限早就被死死地定在那里了。无论你多么拼命的加班，你都不可能通过出卖时间来实现指数级的财富跃迁。要想真正挣到未来的钱，你必须学会使用更高级别的杠杆来扩大你的资产。除了我们常说的投入资金去购买股票或房产这种资本杠杆，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你还拥有极其强大且边际成本几乎为0的新型杠杆，那就是代码和媒体。当你写下一段可以自动运行的程序，或者录制了一期能够被成千上万人反复观看的视频时，你就在创造一个不需要你持续在场，却能日夜不停为你工作的数字资产。这就是富人思维的核心，去打造或者购买那些能够在未来为你产生现金流的系统，而不是让自己成为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当你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于消费那些转瞬即逝的奢侈品时，你是在把自己的时间白白送给别人。而当你把钱用来购买资产，购买那些能帮你节省时间的服务，或者投资于能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技能时，你是在为未来的自己购买自由。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投票，你是在选择继续留在老鼠赛跑的轮盘里，还是在选择为你通往财富自由的桥梁添砖加瓦。这就是为什么优先支付自己这条法则如此不可妥协的原因。优先支付自己本质上是一种极度自律的自我投资宣言。很多人总是抱怨自己存不下钱，是因为他们把存钱当成了消费之后的残羹冷炙。这不仅是财务规划上的失误，更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当拿到收入的第一时间，你不去为自己的未来构建防护网，反而急于去支付服装店的老板、餐厅的侍者、最新款手机的制造商，这其实意味着在你的潜意识里，他们的利益比你未来的自由更重要。强制把收入的一部分优先划入投资或资产建立的账户，一开始的确会带来生活上的阵痛。你可能不得不取消一次昂贵的旅行，或者减少去高级餐厅的次数。但这种为了更宏大的长远目标而主动选择的延迟满足，本身就是对心智的一次极佳锤炼。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属于你自己的资产池在复利的作用下缓慢但坚定的膨胀时，你会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力量感。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从容，是任何昂贵的名牌包包都无法赋予你的。你开始真正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你向外人展示了多少奢侈的消费，而是你在不用工作的情况下，你的资产能够支撑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多少天。当这个天数变成无限大的时候，你就彻底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主导权。而在不可避免的日常消费中选择购买高质量的商品，更是折射出一种对生命能量的极致珍视。我们之前算过廉价雨伞的经济账，但其实这背后还有一笔更为隐蔽的心智消耗账。那些廉价劣质的物品，它们不仅仅是在物理上容易损坏，它们还在无时不刻地向你散发着一种凑合将就的贫穷气息。当你每天使用的都是粗制滥造的工具，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衣物，处于一个随时有东西会坏掉的生活环境时，你的自我认知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拉低，你会渐渐觉得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粗糙的生活。相反，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用料考究的高质量商品，它们本身就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和对完美的追求。当你被这样美好的物品所包围，哪怕数量极其稀少，哪怕你只拥有一只质地极佳的陶瓷水杯，一张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座椅，它们也会在你每一次使用的瞬间向你传递一种尊严感和秩序感。这种感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行为方式，让你在处理工作、面对挑战时也更加追求极致和卓越。有钱人之所以显得考究，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堆砌了多少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对出现在自己生命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抱有极高的标准和敬畏之心。他们不容忍残次品来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绪。这种对生活品质的把控，正是他们在商业世界里能够精准把握细节，打造卓越产品的生活投射。最后，当我们走过这一切向内的修炼和向外的积累，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触及那个最为高远的境界——低调。低调绝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或者故作姿态的谦虚，
它是当一个人看透了世间欲望的虚妄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极其理性的选择。普通人之所以极度渴望炫耀，喜欢在人群中高谈阔论，是因为他们极度缺乏内在的价值感，他们必须通过外在的掌声、羡慕的眼光，甚至是嫉妒的眼神，来确立自己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坐标。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可悲的地位游戏。地位游戏是一个零和博弈，你在这个层级往上爬了一点，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必须被踩在脚下。为了维持这种虚幻的地位感，人们不得不去购买那些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去讨好那些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那些真正掌握了财富密码的智者，他们早早地看穿了这场猴子般的等级游戏的荒谬，他们果断地退出了地位游戏，全身心地投入到财富游戏中去。财富游戏是一个正和博弈，你创造了一个优秀的软件，你不仅让自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你还让成千上万的使用者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人被贬低。当一个人的内心被自己正在创造的真实价值填满时，外界的评价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他不需要在饭局上去吹嘘自己认识多少大人物，他也不需要在葬礼上用极其铺张的排场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他就像深海里的巨鲸，表面上悄无声息，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水面之下，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极其庞大且坚不可摧的帝国。这种对外界评价的彻底脱敏，这种只专注于内在生长和长期价值创造的定力，才是一个人走向财务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终极通途。我们常常觉得人生的改变需要一场惊天动地的顿悟，或者一个从天而降的奇迹，但实际上命运的转折往往就隐藏在明天清晨你醒来后的第一个微小决定里，是继续让闹钟响5次再痛苦的起床，还是立刻起身去完成那个拖延已久的计划，是习惯性的把工资拿去清空购物车，还是将其中一部分郑重的存入你的资产池。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在时间这个最伟大的魔法师手中，最终会雕刻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如果你能在刚才这些漫长的剖析中感受到哪怕一丝想要打破现状的渴望，请顺手点个关注和赞，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哪一点像一把利剑一样刺穿了你长久以来的认知盲区，是你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廉价的娱乐洗劫注意力，还是你顿悟了自己之前对金钱的消费其实都是在交出未来的自由。写下它作为你改变的一个锚点，这不是结束，而是你通往觉醒和富足之路的全新起点。在这条路上，我们会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见。